嘿，大家好，我是东凯。我终于拿到了小米10 Pro， 这次买的版本是星空蓝，12GB 内存，512G 储存，价格是5999。这是小米吗？天啊！小米10 Pro 从包装上来看就特别的高端，正面只写了一个10 Pro 5G， 居然还有 Hi-Res 的标识。这次的音质会很好吗？好吧，哇，怎么刚打开是个这个呀？这是什么？哦，手机在这儿。看这里是什么？卡针 Type-C 转3.5毫米耳机线和一些不用看的东西。这个壳看着怎么样啊？是这样的，很普通的清水壳。啊，我们来看看手机。哎，这怎么拿出来啊？下面是充电线、充电器。这个充电器怎么这么大？哦，65瓦，上面写着65瓦。这次的充电器是支持 PD 和 PPS 充电协议的，也就是说，这个充电器可以给几乎所有的 Type-C 接口设备充电，比如说这个，还有这个，都是可以的。那就来看看手机吧。哇哦！这个机身背面是磨砂的材质，摸起来跟 iPhone 比的话，感觉上11 Pro Max 的这个磨砂感应该更强，小米的这个磨砂感更弱。看起来是差不多的，对，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握持感跟 iPhone 相比差不多。它的机身背面有4颗摄像头，1、2、3、4，可以看到它放在桌子上的时候，因为摄像头凸起比较多，跟 iPhone 相比。天呀，放桌子上会很难受的。看看这个摄像头凸起，这个指纹录入速度可是够慢的，是我的问题吗？是不是这个贴膜对指纹的录入有影响？先试一下指纹解锁速度啊。只能说还可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把贴膜撕掉之后，可能会快一些。哇，这个90赫兹的屏幕好爽！天呀！我靠，这个屏幕跟60赫兹真的有差距。跟 iPhone 相比的话 ，iPhone 这个感觉有点卡卡的。小米90赫兹的这个屏幕对系统流畅度的提升确实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哎，咱们来听听这个震动的声音啊。上 B 站看看视频试试。我很自私，我总觉得实现梦想是一件很个人的事，但我错了。在小时候，我们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梦想，我们不在乎限制，不考虑利益，我们只是想。长大后，我们知道了实现梦想的方法，却看到了自己的位置，知道了什么是不切实际、毫无意义。于是这些梦想就被藏了起来，慢慢的也就忘了。让我感到庆幸的是，机缘巧合，我把过去的梦想记录了下来，让它有了实体。找到垃圾金口，还有很多。这个我觉得不用说了吧，从亮度上来看，肯定是小米更好一些。然后颜色吧，我觉得两个应该都差不多。所以可以看出啊，小米10 Pro 的这块屏幕还是非常可以的。小米10 Pro 这次所谓的原色模式就是这个样子，原色模式看起来很清淡，可能只有专业的设计师才会用到吧。我自己用手机还是更喜欢这个自适应模式。所以也就是说，它这个原色屏，我觉得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几乎是没有什么作用的，除非说你是对手机 P 图这个事儿有一个强烈的需求，并且非常专业才行。现在咱们来试试它双扬声器的效果啊。Time is the currency of your life. Spend it wisely.
Don't let others, no matter how well intentioned, spend it for you. It's all you got. In the end, you may falter, but rest assured, relentless stream, moving in one direction. 对比一下 iPhone 11 Pro Max 啊。Time is the currency of your life. Spend it wisely. Don't let others, no matter how well intentioned, spend it for you. Time is an endless, relentless. 经过对比啊，从音量上来看，肯定是小米要好很多。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 iPhone 的底部扬声器其实是挺不错的，但是它上面的声音是从听筒发出来的，也就是说，它跟底部扬声器的音质上会有一些距离。但是小米它底部扬声器跟顶部扬声器是完全一样的配置，它听起来会非常的立体，而且它的低音部分确实很不错。所以我觉得说它的这个双扬声器的整体音质和音量比 iPhone 11 Pro Max 要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就是我刚刚玩王者荣耀的时候发现的，当你正常在玩游戏的时候，从竖屏转换成横屏，一般是这样转的，也就是往左旋转。但是因为它双扬声器的位置在它的机身的左侧，也就是说，当你用手横屏握住手机的时候，你的手掌会挡住它双扬声器的位置。那你可能就要问了，如果这样玩不行，我把它转过来不就可以了吗？转过来玩确实可以不影响它双扬声器的声音，但是它会引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你看，你的手会被它的摄像头给硌到，这样长时间握着真的很难受，就是你不知道手指头该放在哪里。不知道小米在做 ID 设计的时候有没有用它去打过游戏，但是这样的体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怎么握都不舒服。你这样握会挡住双扬声器，你这样握会被摄像头给硌到。好，下面咱们来试试它的拍照功能。先是它这个1亿像素摄像头，看看是哪个。这个1亿像素，如果你拍完之后把它放大，真的能看得超级清楚。天呀，只要你放的足够大，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初步来看的话，这个拍的质量都是相当可以的，2倍的，这是1倍的，这是超广角，这是0.6倍的。那咱们再来看看它这个摄像头切换顺滑程度，卡的不行，什么玩意儿啊？看样子小米好像就没有想把它做成很顺滑的样子。再来看看 iPhone 就舒服多了，天呀！有 iPhone 哇，小米的这个多摄像头切换顺滑程度跟 iPhone 简直是差得太远了。还有就是这次的小米10 Pro 也支持了 8K 的视频录制，然后我在室外也大概自己去录了一段。就是它的整体的视频解析力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它的防抖可以说等于没有。我手握它正常走路的时候看起来都会很抖。在测试了它的这些功能之后，我觉得小米10 Pro 其实是一款非常出色的手机，堆料十足，几乎没有短板，可以说是一台只要能抢到就可以闭着眼睛买的手机。但如果非要从鸡蛋里挑骨头的话，我是觉得它离我心目中的高端手机还差那么一点。差在哪儿呢？就是它没有能远超竞争对手的卖点。原来小米的卖点是价格，但是现在从它4999的起售价来看，它的价格优势也几乎没有了。再看看它的其他竞争对手，华为的拍照、苹果的系统、三星的屏幕等等等等。小米手机原来有的是它超高的性价比，但是高端手机根本没有什么性价比可言呀。所以我现在能想到小米10 Pro 的主要卖点，可能就是近2个月花4000块钱能买到的骁龙865手机。因为别人都没货呀，对吧？好，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欢迎一键3连。最重要的是要点一个大大的关注哟，我会持续更新更多更有意思的视频。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是东凯，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